你到家族祠堂的时候，父亲满脸怒火：“孽女，你给我跪下！我们家族世代都是光影教会最虔诚的信徒，你竟然敢在外面宣扬教义是虚假的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”可你只是淡淡摇头：“父亲，教会是假的，但光是真实存在的。”他好气：“好啊，还敢顶嘴！既然如此，罚你禁闭1个月反省。”你却笑了：“反省？你要我反省什么？向你这个帝国神王低头嘛？没错，你的父亲是人类7神王之一，帝国大公爵，曾经凭借一己之力抵挡一族100万大军入侵，一战封神，同时也是当世至强者之一。可就是这样的人，对自己这个亲生女儿无情无义。”你叹口气，果然还是和上一世一样啊！没错，你是一个重生者。还记得上辈子开局并没有这么显赫的父母，只是个孤儿，好在被光影教会收养，在养母嬷嬷的悉心教育下，懂得了爱和善良为何物。于是，在岩浆城遭到叛军袭击的时候，你自告奋勇加入前线，在血与火中奔走治疗。在伤员和平民眼中，你是炮火中唯一那抹点燃希望的晨光。如此，战争结束后，如晨曦般的少女这个名号传遍整个岩浆城。而就在这时，2个自称亲生父母的人找上门来：“孩子，我们是你的爹娘啊！”刚开始你的确很惊喜，父亲是帝国守护神之一，母亲更是幽冥阁唯一传人。他们跟你解释说，是因为你出生时边荒战乱，照顾不过来，父母又位高权重，被很多仇人盯着，不得已之下才将你送去光影教会当孤儿寄养，隐瞒身份。可却没想，这一去就是20年。本以为之后就是会是幸福的人生，可这却是噩梦的开始。贵族出身的父亲有很严格的阶级观念，起初他还因为你晨曦之女的称号而感到自豪，可在看到你经常出入贫民窟为伤员疗伤后，他十分不满。你看看你现在哪里有半点贵族的样子，天天和那些贱民厮混一起，丢尽了家族脸面。于是乎，他甚至没有对外公布你的身份。亲情上的淡薄虽然让人伤心，但好在你受到了光影教会大主教林修远的通知，说是100年一遇的日食将会现世，天地变黑。届时为了平衡，会举行祭祀，祈求光明再临。而战时风头无两最虔诚的你，就被选为了使徒之一。你本人对此也十分高兴。可祭祀的时候，噩梦降临了。贵族信徒们围住了唱诗8人的女孩，一刀刺入，随后就是压抑不住的狂喜。我的病有救了！面具之下人你认得是城内有钱的大贵族秦元浩。为什么？这不是神的仪式吗？而在你惊骇万分之际，只感觉腰部一凉，回头时那被刺之人的面具掉落下来，看到那张脸的瞬间，你只感觉血液都是冰凉的。林修元大主教，为什么？他目光是红，这的确是仪式，但祭品是你们，就趁着日食把你们献给不死鸟，我就能别怪我。随后就是噩梦，记忆中自己被安躺到祭台上，背上被铭刻上象征不死鸟的符文，接着才是主教和贵族们真正的仪式。他们祭祀着，祷告着，可仪式完成的瞬间，一道强光冲刷你的身体，伴随一声尖锐鸟鸣传来，巨大的金色双翼冲天而起。孩子，相信光吧。等你再回过神来，只看到了遍地的尸体，其中一张破碎的面具下，正是一手将你养大的嬷嬷。无法言喻的情绪在心中回荡，而在一阵金光中，等你再睁眼，就是重生到和父母刚相认不久的时候了。这时，一个杯子被摔到面前，混账，你给我跪下！我们家族传承至今，哪一个不是鼎鼎有名的大贵族、大英雄？再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天天和平民厮混在一起，我怎么会有你这样一个混账女儿？简直丢尽家族的脸！罚你禁闭3月，好好反省。可你只是抬头看着，眼神中多了几分冷漠。若不是家族不作为，自己也不会被主教诓骗。呵呵一笑，我丢了家族的脸，但从你们回来到现在，有对外承认过我的身份吗？还有说什么身不由己？那你旁边的人是谁呢？顺着目光看过去，父亲身边另一个少女傲气逼人，这是你的妹妹萧婉儿。从小被父母带在身边，花费巨大财力物力，将其打造成新一代举世瞩目的天才。看到她，你只感觉自己这20多年受的苦，仿佛就是一个笑话。所谓的保护，就这，他们从回来到现在，从未问过自己一句这些年是怎么过的，只看到自己和他们眼中的低贱阶层混在一起，只是因为自己说不死鸟是真的，教会是虚假的，如此傲慢，这就是口口声声说为了我好。萧凡完全没想到这孩子能这么忤逆，和亲妹妹争风吃醋，就因为他妹妹有的他没有，就心怀恨意，自甘堕落。混账东西，谁允许你顶嘴的？当年若不是我们平定的动乱，这个天下都将生灵涂炭。你知道我背负了什么吗？
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自私自利，甚至嫉妒自己妹妹的玩意儿？你摆了摆手，我自私，哈哈，对，你伟大，你了不起，那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喽。眼见父女俩越吵越凶，母亲权威终于忍不住了，希拉，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们有欠考虑，不过你也不应该和父亲这么说话呀。说完，他眼中满是失望，自己的次女知书达理，从小就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聪明，更是年少成名，在光影教会挂职，走到哪都是给他们长脸的存在。可偏偏大女儿怎么就差了那么多呢？你给你爹认个错，过段时间我们会补偿你的。你笑出了声，不用，我确实不配成为你们的孩子。正如你们所看到的，我就是个孤儿，只配和平民百姓混在一起。你们家大业大，我攀不上这个高枝。此话一出，整个大厅鸦雀无声。父亲萧凡气得呼吸急促，捂着胸口怒不可遏。至于母亲玄薇更是面露惨白，她完全没想到女儿能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来。萧凡还没发怒，在旁边的萧婉儿脸色一冷，混蛋，谁允许你和父亲这么说话的？你这是在忤逆父母，给我跪下！忤逆？你讽刺一笑，真是有意思的一句话呀。看看这个冷漠的家，父母对自己如此无视，只想着将自己变成他们心中的模样，而妹妹呢，更是对你一丝丝尊敬都没有。一个妹妹竟然让姐姐给她跪下，当即大笑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再怎样也是你的姐姐，你所谓的家族颜面和家教，就是教你这么跟姐姐说话的吗？萧婉儿直接红完了，你不还不能疯狂？说句实话，打回来开始他就从心里看不上这个废物姐姐，可这话又不能当着爸妈面说，一时竟哑口无言，脸色铁青。而你输出不停，一个享福者，仗着爹娘偏爱、家族帮助，才走到今天这步，你不会以为自己真的很优秀吧？此言一出，小婉儿再忍不了了，你找死！奋起一掌拍了你胸口，玄武几乎婉儿不可。这瞬间，你收敛力量，任凭自己被拍飞后退数步，冷哼一声：“欠你们的这一掌已经还清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再无半点瓜葛，至此形同陌路，老死不相往来。”说完，转身就走。萧凡猛拍桌板：“反了！就因为这点小事，就和我们断绝关系吗？好，我都要看看，没有我的庇护，你能走到哪去？”另一边，你回到了光影教会，主教林修元迎了上来，只是那微笑中潜藏的一丝阴谋的气息。哎呀，希拉小姐，恭喜你！3日后，岩浆城将遭遇100年难遇一次的日食现身，教会会举行光影仪式来祈祷光明。经过讨论，我们最终决定选择你为仪式主持。如果顺利的话，你就会被加冕为使徒了，希拉小姐。等他走后，你呵呵一笑，果然和上一世一样，又选上我了吗？一想到抚养自己长大的嬷嬷也是加害者之一，你深叹口气，我的人生已经浪费了，我前面所有的人生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心中更加坚定，果然教会一直宣扬所谓光影伤生的教义就是一场骗局，让贵族老爷们用年轻少女鲜血续命的骗局。想到这儿，手掌一翻，炽烈光芒自掌心浮现。教义虽然虚假，但神的确是存在的。不死鸟啊，这唯一的神赐予了我力量，我会证明这一切。没错，上辈子拯救你的正是不死鸟光辉，而你成为教会的目的也很简单。随着夜色已深，顺着地道来到了神殿最底部的密室，一阵挖掘，果然发现了一根蕴含金光的遗骨。神的声音在重生前告诉过自己，他的遗骸便在此处。对着遗骸跪拜祈祷后，伴随鸟鸣，金色的不死鸟虚影展翅，随后投入你体内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符文石，双手上举，果然下一秒光亮照亮整个房间，接着体内被光芒充盈，那个冥冥中的声音再次出现：去吧，孩子，去还魂谷，那里能够找到真正的光影教义。你睁开眼，满脸坚定。既然这一世已经和家人断绝关系，嬷嬷如今又被虚假的教义蛊惑，自己已经没有任何牵绊。可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脚步声自门外响起，居然是主教林修元带着大贵族齐元浩走进房间。使徒大人，我刚刚听见这里有奇怪的动静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眉头一皱，该死的，果然一直都有人在监视我吗？刚准备回答，齐元浩不屑一笑，都说了不需要弄得那么麻烦，直接监禁起来，等一时当天就行了。我可是伯爵长子，而他不过是只随手可以捏死的蚂蚁，为了贵族献身是平民的义务。林修元嘎嘎一笑，抱歉了，希拉小姐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光影教会。说完，他俩拔出匕首，可冲过来的一瞬间，你身形向后一跳，他们俩只感觉光球耀眼，瞬间陷入陷淫啊！然而你的眼中只有光芒流动，又是什么狗屁贵族平民的那一套吗？大贵族，我们该算算旧账了。林修元反应过来后，抬手打出一发火球，可这一瞬间你手一招，体表瞬间形成护盾，火球登时弹开。林修元难以置信，这什么写法？希拉，
该死邪教徒，这是从何习得？可尼只是冷哼，神之授予，岂容置疑？抬手一道光流奔腾而出，他们俩疯狂惨叫：邪教徒，邪法！在我看来，你们才是歪曲教义的邪教徒。我所信仰的才是光影教会真正的教义，我所掌控的才是光真正的力量。话音落下，猛烈的光芒将面前两人贯穿。临死前，金元昊疯狂大喊：不，你怎么敢的？杀了我，你绝对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！不久后，一个信徒打开了密室，不好，出事啦！快去通知秦家！半小时后，秦思远带人走进密室。希拉，你他喵的刁民，敢杀我儿子！我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！立刻全城搜捕，我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！一声怒吼，身旁手下们蜂拥而出。另一头，萧凡是好气，吩咐下人给我把所有他的东西都丢了，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个女儿，以后不许她踏入家门一步。闻言，管家一愣，欲言又止。怎么还想给他求情？此言一出，管家吓得跪了下来。不是大人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大小姐的家里根本没有房间啊！气氛一下安静下来，玄武也愣了下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可仔细确认后，发现自己的女儿居然在家里真的没有任何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，这听着都离谱啊！这还是家吗？管家苦着脸，是大人之前说，因为小姐经常出入贫民窟，所以还不能那么快公开召回家族。小凡这也才想起来，好像的确自己说过。这不是想着让他分清贵族和平民的区别吗？玄威脸色瞬间变了，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女儿会和他们这么疏远。从始至终，他们都没有真正接受过她，甚至在家中连个房间都没有，仿佛一个客人独自来独自走，忍着泪意。小凡，你就是这么当父亲的吗？小凡心虚了，这夫人，我够了。当年你要把希拉留在岩浆，我本来就不同意，现在还把孩子逼走，我就是因为心里的鬼话，才害了我的孩子在外面受苦20年。同时也深深惭愧，为什么要嫌弃女儿呢？她和小女儿的起点经历完全不一样，这根本没有可比性啊！想在这儿冷冷道：小凡，希拉之所以会走，你就是罪魁祸首。你眼里只有所谓的贵族虚名，从未在意过孩子的成长。你继续去当你大贵族吧，我走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说完，转身离去。这下小凡直接苦瓜脸了。什么情况？一件小事竟然会演变成这样吗？一天内，他同时失去了女儿、妻子，一瞬间苍老很多。我难道真的做错了吗？而另一边，地表第一势力幽冥阁内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抚摸着剑鞘，一人独坐。此人正是玄威的父亲玄立福。谁能想到，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曾一剑横扫大陆，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都拥有极为恐怖的传说。只是这些年，他沉迷剑道，曾发誓不出上剑道，绝不离开幽冥阁一步。看到来人，他惊讶：女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看到微红的眼角，立马拍案而起：是不是萧凡这小子欺负你了？玄威一下就哭出来了：爹，女儿不孝。然而等玄威说完事情原委后，李福是好气：混账！萧凡这小子犯糊涂，你也跟着犯糊涂吗？把这孩子寄养在岩浆城20年，还有光影教会都是什么东西？萧凡信那个就算了，你自己还不清楚吗？真是可笑！他选择和你们断绝关系，也是你们逼的，怪不得别人。他是真的好气呀！20年了，才知道原来自己还有个大位孙女，这对夫妻瞒得我好苦啊！你走，我没你这个是非不分的女儿。玄威哭了：爹，女儿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女儿一次吧，我不该那么对希拉的，我该死，我后悔啊！李福深深叹了口气，看着女儿，最终还是没忍下心。罢了，谁让你是我女儿呢？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吧。但爹希望你明白，如今你也为人母了，做事不能没有主见，只顾着自己，完全忽略孩子感受。爹也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，不是每一次都能给你们收拾烂摊子，你们也该懂点事儿了。玄威愣住了：父亲，你不是发过誓吗？真的要出关？不然呢？指望你们，呵呵，这一辈子也别想再见到我的外孙。正好我也几百年没离开了，为了这么个外孙，即使自毁誓言又有何妨？谈笑间，在玄威惊讶的目光中，一招手，千里湖水波涛汹涌，一把宝剑破开浪涛飞翔而来。这下整个人类大陆震动，各个山洞和隐秘的洞府中，许多百年不出的老怪物纷纷睁开了双眼。桃花影落飞神剑，碧海潮生暗玉箫，这是桃花神剑又出世了吗？怎么可能？这老怪物可是当年亲口立下誓言，难道他已经悟出那无上剑道了？1天后，看到岳父大人来访，萧凡皱着眉头：父亲，不知道您为何突然到访呢？李福冷哼：你女儿真的被人追杀，你不知道吗？这消息我一路来的时候都听到了。萧凡惊了：这怎么可能？咽了口口水，找来下人仔细调查之后，一拍桌子：这秦家好大的狗胆！我女儿要是有所闪失，我让秦家所有人陪葬。随后脸色尴尬：父亲大人，我也是刚刚得知。李福不屑一笑：
你慢慢处理吧，我先去找我那大孙女了。等你们找的人都猴年马月了。说完转身离去。不久后，一股惊天剑意将秦家笼罩，无数人将目光看向秦家。秦思远看着门口的男人，顿时吓得双腿发抖，不知神王大人驾到，有何贵干？而回答他的只是一道剑光穿过地面，深深刻下一道痕迹。秦思远，我女儿人呢？把人交出来，否则我今日便让你秦家灭族。秦思远愣了一下，神王，萧婉儿小姐并不在我们秦家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一挥长剑，无数飞剑凭空出现，瞬间将他牢牢锁定。秦思远，现在把你们秦家所有人都撤回来，我女儿希拉要是伤到了一根毫毛，我就要让你们全家人跟着陪葬。秦思远瞪大双眼，希拉不可能，她不是个孤儿吗？既然希拉是他的女儿，那为什么没有对外公布过她的身份？如果他们公布，谁瞎了眼赶紧找他的麻烦呀？他现在是肠子都悔青了呀！快把人招回来！管家尴尬一拱手，可大人，杀手都派出去了呀！秦思远破口大骂，派出去，那就都给我招回来！快马加急，让他们都给我滚下来！要是伤了大小姐一根毫毛，我为你们试问！内心早就把那个不成器的秦昊骂一万遍了。要是希拉有意外，他愧对秦家先祖啊！与此同时，你的身影在黄昏谷穿梭，身后是秦家的追兵。很快，面前出现了一道悬崖，领头的徐凤来嘎嘎大笑，他已经走投无路了。兄弟们，秦家有活的，抓到了肯定大有赏。就在他得意的时候，你突然转身，脚下亮起一道金色法阵，手中绽放的光柱将一个小兵贯穿。徐凤来瞪大双眼，怎么可能？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嘛？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能力？等等，他身上那个发光的东西，这家伙肯定是走了狗屎运，不小心捡到了这等神器。快把秦家追杀他！看来我徐凤来逆天改命的时候就要到了。大喝一声，希拉，你犯下滔天大罪，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也难逃一死。但若是你乖乖束手就擒，我还能给你一条生路。然而你感受着体内充盈的力量，强，太强了，我感觉自己现在强的可怕。冷哼一声，来吧，无知的秦家走狗，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。徐凤来眼中满是贪婪，我们20人对你1人，就是你有双拳4手，也要束手就擒。优势在我。抬手召唤出一道漆黑色雷电向你袭来，可与此同时，他的手下美纷纷发射火球，可你只是冷笑，脚下法阵亮起，身形居然漂浮到了空中。与此同时，那些攻击就跟打到屏障上似的，被光全都挡了下来，同时神光大作，与吾同在之光啊！此不是万生万世。金色不死鸟迅影飞出，一道粗大的光柱反射出去，将他们全都贯穿。可刚解决完徐凤来，新的追兵同时出现。你皱眉，能量用完了，接下来就有点困难了。眼看他们越来越近，一柄宝剑从天而降，正是你的外公来了。母亲玄微神色激动，孩子，妈妈终于找到你了，快让我看看有没有哪里受伤了，有没有人被你欺负？可你却后退半步。夫人，请自重。萧凡又惊又怒，混账，这才离家几天，连母亲都不会喊了吗？你现在是翅膀硬了吧？玄微则是满眼绝望，他想过和你重逢的各种可能，可唯独没想到你竟然如此决绝。你神色冷漠，不知公爵大人此话何意？当初我好像说得很清楚了吧？自此与你们再没有任何瓜葛，今日又为何再找上门来？萧凡脸色铁青，逆女，你当真要和我们断绝关系？难道非要让我求你吗？说着，一股威压席卷而来，你面不改色，脚下浮现出金色的法阵，将你包裹。哈哈，公爵说笑了，我本就是光影教会的孤儿，可不敢攀上你们公爵府的高枝。如今孤身一人，了无牵挂，正合我意。话音落下，一道金色不死鸟虚影猛然扑出，萧防和玄微连马四番阻拦。等虚影散去，你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。玄微急迫看向利夫，爹，你为什么不拦下他？她可是你的外孙女啊！利夫无奈摇头，罢了，这丫头看来是铁了心不认你们了，非要拦下她，只会让你们关系更僵。没想到啊，我这把年纪了，还要给你们擦屁股，你们2个呀，多多回去反思吧。说着，身影化作一道流光向你追去。